这是一段由监控摄像头捕捉到的极其诡异的画面。深夜，一名正在熟睡中的女子突然起身下床，她站立后竟用拳头捶打着墙壁，紧接着她划燃了火柴，然后又走进了厨房。她打开了冰箱，并将里面的食物扔了出来。这时，你可以看到柜台上的一个酒杯突然就破碎了，似乎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影响。这是另一个摄像机捕捉到的，只见女子以极其怪异的方式爬上了楼梯。进入浴室后，她竟然拿起厕纸开始嚼了起来。更为离奇的是，地上的地毯竟然自行移动，仿佛有神秘力量在作祟。女子的这些怪异行为是否是梦游的表现呢？还是受到了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影响呢？由于无法找到视频的原始来源，我也无法确认其真实性。TikTok 的一个用户分享了这段诡异的视频，他说这是他朋友家的监控拍摄到的。当时他们一家人正准备开车出发旅行，然而女儿却把东西落在了屋里，于是跑回屋里去拿东西。录像中你可以看到，就在女儿进了屋之后，突然出现一个白色的半透明的人影。从它的移动方式和特征来看，并不像是人类。那么这拍摄到的是什么呢？有网友评论说，这应该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。当然，也有可能这只是摄像机的故障。来自于 Reddit 社区的用户 Evans 4年前发布了这段诡异的影片。在画面中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半透明的雾状人影正坐在熟睡中的婴儿的身旁，他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守护着婴儿一样。那么，这个半透明的雾状实体究竟是什么呢？有网友猜测，这有可能是已故亲人的灵魂会来看望孩子。也有部分网友觉得，这也许是婴儿的守护天使。但是，怀疑论者却认为，这可能是相机的镜头离得太近导致的失焦，也许是虫子、灰尘、头发、幻想之类的。看到这样的评论，我不禁地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。在2015年，油管的一名用户 Mystic Menagerie 发布了这段神秘的视频。上传者解释说，这是英国的一个网友在康沃尔郡的一只猎鹰巢中发现的神秘遗骸。镜头中展示了一个非常小巧的人体骸骨，尽管它的四肢、下颌和骨盆缺失，但头骨、脊柱和肋骨仍然存在。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其尺寸，网友还使用了直尺与这具迷你骸骨进行了对比。据这位网友描述，他曾在康沃尔郡的濒危鸟类救助中心工作，负责监控并防范鸟蛋被盗。在一次例行巡查中，他在猎鹰巢的树枝和羽毛间意外发现了这具不寻常的骨架。出于好奇和谨慎，他将这具骨架完整地收集起来，并带回救助中心进行了细致的检查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小的人形遗骸，但它是如何出现在猎鹰巢中的呢？在康沃尔郡有很多关于小精灵的传说，有人猜测这具骸骨或许与传说中的小精灵有关，但这一说法目前尚无法证实。
只能留待日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。2019年9月8日，俄罗斯的一位网友在森林中漫步的时候，本来想记录日常生活，却意外拍摄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奇怪生物。在视频中，当摄像机的镜头转向一棵树时，一个深色的人形生物意外进入了镜头内。这个未知生物呈黑色，高约40厘米，有点像人类，头很大。这个神秘的生物在镜头前停留了片刻，随后迅速躲回了树后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上传者当时被吓得拔腿就跑。有网友评论说，这也许是外星人或侏儒，或者是某种活在地球上的未知生物。视频的上传者表示，在俄罗斯，人们对森林的研究很少，那里生活着各种奇怪的生物。俄罗斯的森林中存在着异常的区域，有时还会出现外星不明飞行物。你是否听说过鬼点餐的都市传说？试想，若你是一名外卖骑手，在午夜12点被派往一个空无一人的住所送餐，你是否会心生恐惧呢？今天我就向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鬼点餐的灵异事件。2022年3月，厦门一名外卖骑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离奇经历。他在深夜11点47分接到了一份不寻常的外卖订单，备注信息特别要求无需电话沟通，只需将餐品置于门外。然而，当他抵达送餐地点时，却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。门口散落着发出难闻气味的腐烂食物，周遭环境弥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，显然此地已久无人居住。骑手匆匆放下食物欲迅速离去，却意外地被楼下的居民拦下。这位自称是房东的人透露，现在楼上实际上并无人居住，但奇怪的是，近几个月以来，楼上却频繁有外卖送达，且总是在深夜时分。骑手听闻此言，顿时感到头皮发麻。楼上油条送了接近3到4个月了，就算点错也没有那么频繁。这段时间就是隔三差五一直往上送，至凌晨12点送达的，而且每次都送油条，没有送别的。谁会这么无聊？油条隔天还是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，放到发霉。之后他将这段离奇经历分享到了骑手群中，竟发现不少同行也曾遭遇类似情况，都是在深夜12点左右接到无需电话沟通的订单，且订单均为油条。然而就在小哥回到家后，意外发现之前的油条订单居然有人退款。下面是他当时和商家的电话录音。喂，你好，你是那个商家吗？怎么了？刚刚我送了一个订单，他那个不会退款是什么原因啊？哦，是我们自己的原因的，跟你没关啊。哦，我们是协商好的哈。好。好。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骑手次日便邀上朋友找到昨晚的那位房东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前夜送达的油条依旧放在地上，一看就没有人动过。房东表示，若非他时常清理，楼道恐怕早已被这些外卖堆满。此前仅有一对夫妇在此居住过，但他们已迁至1楼，因此这次事件应该不是某人的恶作剧。经过几人的一番讨论之后，还是没有得出结果。小哥只好建议房东报警处理，不过房东似乎担心自己房子传出闹鬼后会影响房子的出租，因此只好放弃报警。
然而事情远没有结束，就在当晚，又有一名骑手接到了相同的诡异订单，对方要求把7根油条放在门口，备注上同样写着不要打电话，这可把送外卖的小哥吓得不轻。鬼点餐事件迅速在当地引发了广泛关注与讨论，甚至影响到很多附近住户的正常生活。就在众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时，原先那位骑手再次收到了类似的订单，只是这次订购的餐品换成了3碗热粥。对方同样要求不要打电话，小哥迅速来到商家，试图通过店家了解一些信息，可惜店家表示自己不认识对方，最后小哥只能带上好友一起来到之前的送餐点。果然，之前自己送的油条还放在地上，根本没有人动过的痕迹。最后快要被逼疯的小哥决定直接打电话给对方，看看对方到底是人是鬼。虚拟网这样对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。真没用。小哥尝试拨了几次，电话始终打不通。小哥怀疑是商家故意刷单，于是就打电话给商家询问具体情况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刚刚给你们送那个鸭肉粥的那个骑手啊，就是南山这个7楼的。我想问一下，现在是楼下房东说不让我们放这里嘛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你们自己刷单的吗，还是怎么样？我已经送这个单，我们没刷单。我们已经送这个单，我都送了好几次了，而且前几天送的油条都是放在这里的，都没人收，也没人吃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出来呢？我也不太清楚了，因为我也不太清楚。昨天就好像前几天，他就跟我前天吧，31号那天，他就跟我申请退款了，然后我就。他就是今天点，就是今天晚上点，明天下午4、5点跟我申请退款。那你们为什么要退款呢？你们东西都出来了，你为什么要给人家退款呢？这不合常理啊！不是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嘛，油条不是比较软的，他说有义务，我们也不好说不退给他。然后像你们今晚送的这些，他在要求退款，我们根本就不会理会他，也不会退款给他的。哦，那不对啊，这个单子已经下了几个月了，难道你们退了几个月的款了吗？没有，以前都没退，就这2次退。哦，就是这2次退是吧？对，他现在是已经严重影响到人家现在这边的住户了，而且几个月下来，你东西送过来都放在这里都发霉了，都臭了，人家还拿去扔掉，说是吧？那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们不会说自己刷单，然后就是故意去送那边啊，我们也没有那个必要啊。那我本来就单少我们也不会去刷这些啊。以前好像点的都是没退单的，就是这2次油条有退，然后今天他点的，你们送到的话，他如果申请退款，我们也是不会退给他的。经过反复的沟通确认，商家表示自己不认识点餐人，更不会去刷单，因为自己主要做的是堂食，根本没必要刷单。经过房东、餐馆等多方面的求证，均无法解释这一诡异现象，既非人为恶作剧，也非商家刷单行为，这让人不禁怀疑是否真的有鬼在点餐。毕竟连续4个月的点餐行为对于正常人来说是难以持续的。后来随着事件的广泛传播和影响的扩大，鬼点餐事件逐渐销声匿迹，骑手们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诡异订单。这个谜团至今仍未解开，成为当地人口中的一则都市传说。2022年，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的一个网友在天空中拍摄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。这大风别停！只见这个不明飞行物呈镯子形状，非常的巨大，它在天空中悬浮着。有人认为这就是镯子形不明飞行物，但是部分唯物主义者坚称这是玻璃上的反光、吊灯和移动的人头。对于这样的无脑评论，我无力吐槽。我们放慢画面来仔细看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镯子形不明飞行物，它有一部分是在云层里面的，它的一部分甚至还被左边的楼房给遮挡住了。很显然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玻璃的灯光反射。宇宙浩瀚无边，人类对世界、对于宇宙的认知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。浩瀚无边的宇宙中，难道只有人类存在吗？对于这种无脑和自大的评论，一个网友模仿外星人的语气调侃道：这些人类还留着干什么？我们都已经这么明显了，他们居然还认为是风筝和塑料袋。这大风别停！这段影片是美国的一个网友尘封了多年才发布出来的，由于拍摄时间比较久远，所以影片比较模糊。
画面中你可以看到2个人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突然一个黑色的人影快速地跑了过去，看起来并不像是人类，因为这个黑色的影子似乎是穿过了坐在沙发上的人，但是当时他们2个人都没有看到这个黑色的影子。那么这个黑色的影子究竟是什么呢？幽灵还是影子人？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，影子人被描述为某种思维形式的显现，这种显现源自于创伤事件和邪恶之地积聚的负精神能量体，或是为某种邪恶目的而刻意创造的产物。影子生物的身份多样，它们有时被描绘为鬼魂、恶魔，有时又被视为跨维度的生物，甚至外星生命。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是，这些影子生物来自另一个维度，它们的起源之地偶尔与我们的世界重叠，这也许能解释它们的空灵而又转瞬即逝的特性。据说，俄罗斯和美国政府知道影子人的真实面目。这是一段由 Reddit 社区用户分享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家庭监控录像。2024年3月5号的晚上11点钟，一个小女孩尚未入睡，她一边哼着歌曲，一边在床上玩玩具，但是接下来却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。正当小女孩玩得高兴的时候，突然被床下一个发光的还会发出音乐声的一个玩具吸引。女孩出于好奇就钻进了床底下查看，而就在此时，她似乎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拖了进去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小女孩并非爬进去的，更像是被拖进去的。母亲听到女儿的尖叫声后，立即将她从床底救出。也许是因为恐惧，母亲当时并没有查看床底。过了几天，在网友们的怂恿下，母亲决定查看一下床底下到底是什么。 Have you guys looked under the bed? No, we haven't. We haven't been in the room in the last 2 days. We've been a little scared. Scared right now.
就在母亲查看床底的时候，她看到了床底下的一个恐怖的娃娃。娃娃似乎是动了一下。让我们放大放慢再来看一遍，可以看到他的头在轻微的移动。此时的母亲被吓得惊慌失措，立即逃离了房间。从那以后，这位母亲一直把这个房间紧锁着，一直到现在，她心中的疑问仍然没有答案，到底是什么把她的孩子拖到床下的？关于这段影片，有人提出了质疑，认为那个娃娃可能只是一个会动的机械玩具。但母亲随后发布了一段澄清视频，坚称这个娃娃本身并不会动。So for those of you saying that the doll is mechanical and that's how it moved, that doll is plastic, that doll is stuffed. I checked, I looked at Amazon. There's no way that thing should have moved like that. 为了查明真相，母亲对这所房子进行了调查，发现它建在墓地附近，且有传闻称过去住在这里的人曾见过鬼魂。但是他又舍不得离开着这所房子，毕竟是花了钱买的。现在他对这件恐怖的事情也感到无助和茫然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的建议是，他最好请个专业人士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。那么，你觉得这个用户的家是真的闹鬼了吗？欢迎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。